我家破產後，我祈求未婚夫替我家注資，可他不僅拒絕，轉頭高調與細花訂婚。走投無路之下，我的學長挺身而出，拿着全部家當替我家注資。可惜我家錯過了最佳時期，還是宣布破產。為此，爸媽受不了打擊，跳了樓。即便如此，我對學長仍舊心懷感激，以身相許。3年後，我在細花生日宴上無意間聽到了細花和學長的對話：學長，你為了讓我家能夠競標成功，把夏家搞垮。淼淼姐姐知道了，不會怪你吧？只要是為了你，我可以付出一切。夏竹不過是家破人亡，只要你幸福就好。我已經把我的一輩子搭進去補償夏淼淼了。我渾身冰涼，3年的婚姻竟然是一場陰謀。原來學長心裡的人一直都是細花。我轉身離去。既然學長這麼深情，那我就成全他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我站在樓梯間，身體冷得發抖。明明梁澤川和林妙妙的聲音壓得很低，可我卻覺得震耳欲聾。學長，這件事是我欠你一個大人情，往後有什麼需要你儘管跟我說。要是淼淼姐怪罪你，你也可以推到我身上。林妙妙的聲音軟軟糯糯，就連抓着梁澤川手的動作都那麼優雅。梁澤川的耳尖倏地變紅，他分貝變得很低，看向林妙妙的眼神柔情似水。我願意為你做任何事，包括我的生命。夏淼淼不會怪我的，我娶了她，即使跟她在一起的每一天都無比惡心，可一想到你能幸福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我愣在原地，任憑刀鋒攪爛我的心臟。他對你好嗎？梁澤川聲音沙啞，一臉的心疼。這個表情從未在我面前表露過。我以為梁澤川本性涼薄，沒有同理心，原來只是能夠讓他感同身受的人不是我呀。林妙妙緩緩將被梁澤川反握住的手抽出來，甜甜一笑。他對我很好，我知道你跟不愛的人在一起很煎熬，如果你有困擾的話，可以找我，我隨時都會傾聽你的煩惱的。梁澤川臉都紅了，最後輕輕地點點頭。我的渾身都是冰冷的。林妙妙還真是段位高，她的這段話顯然是一邊嫁給我的未婚夫思涵，一邊吊着梁澤川。只可惜兩個人都是甘之如飴。我以為我會憤怒到衝過去給林妙妙和梁澤川一個巴掌，狠狠罵他們一頓，質問他們憑什麼為了一己私利將我們家趕盡殺絕。可我的腳像是有千斤重，一步都挪不開。我不想再看他們卿卿我，轉身回到了包廂。我坐在了無人在意的角落，包廂裡的熱鬧似乎與我無關。很快，林妙妙和梁澤川一前一後地走進來，梁澤川習慣性地坐在了我的身邊，而林妙妙則是在大家的歡呼聲裡走了過去。思涵給林妙妙戴上了鑽石王冠，在她的臉頰上落下了一吻，深情道：“老婆，生日快樂，我永遠愛你。”周圍起哄聲此起彼伏。梁澤川在我耳邊輕聲問道：“你不會還在意思涵吧？”放在往常，我肯定覺得梁澤川是因為吃醋才會問我這樣的問題。可是現在我知道了，梁澤川只是害怕我會搶走林妙妙的愛人罷了。畢竟在我家破產之前，我是跋扈的千金，我對所有一切都勢在必得。可梁澤川忘記了，夏家破產，爸媽自殺，連帶着我的尊嚴和傲氣也全都死了。我苦澀一笑，不會的，我怎麼哪裡配呀？我怎麼配跟林妙妙搶男人呢？思涵不行，梁澤川也不行，
一想起梁澤川和林妙妙說跟我結婚的那個人不是你，為了你的幸福，我就算是取頭豬回去也無所謂了。原來在梁澤川心裡，我和豬沒有區別。梁澤川似乎沒有察覺到我的情緒，只是緊緊握着我的手，他的手指摳着我的手心。曾經我以為這是我們獨有的小動作，現在我才知道，梁澤川排斥我的身體，才會有小動作。我不動聲色地將手抽了出來。你們先玩，我有點累了，先回去了。梁澤川鬆了口氣，仍舊笑着點頭。也是，只要我走了以後，梁澤川才能明目張膽地偏愛林妙妙啊。只是我才起身，一束光突然打在了我的身上。我知道控制燈光的人是故意的，畢竟當初我跋扈的時候得罪了不少人，下家落魄了，不知道多少人等着看我的笑話。未婚夫的背叛，就連枕邊人都對林妙妙情有獨鍾，眾人的視線齊刷刷地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我走也不是，呆着也不是。喲，這不是我們的夏大小姐嗎？有人驚呼一聲，可是語氣裡充滿了嘲諷。即便是這些年，我故意躲避了這些圈子，可是今天的宴席是梁澤川非要拉着我來的。即便他知道我來會難堪，可是梁澤川出門的時候緊緊握着我的手，溫柔地對我說：“沒關係，有我在。”我真蠢啊，蠢到無條件信任梁澤川。在梁澤川心裡，我的尊嚴算什麼？他只是急着來見林妙妙罷了。此刻的我窘迫，不知所措，正如我家快要破產的時候，我當着那麼多人的面央求思涵的情形。那時的梁澤川及時出現，將我拉出了囚徒困境。我以為是救贖，沒想到是另一個深淵。林妙妙笑着走到我的面前來，拉着我的手，溫柔地笑着：“你們就別打趣淼淼姐姐了，她能來我已經很開心了。”就算是林妙妙不說這話，我也知道她的言外之意。當初我是千金大小姐，而林妙妙只是個剛剛躋身這個圈子的土大款。這會兒看不起我的人，全都是曾經看不起林妙妙的人。30年河東，30年河西，沒想到風水輪流轉，現在那個被嘲笑的人是我。林妙妙看似給我解圍，實則在強調我早已不是曾經那個光鮮亮麗的大小姐了。我死死攥着拳頭，身體在發抖。在我不知道真相之前，或許我會覺得梁澤川是我的後盾，我無所畏懼。可是現在我知道，就連梁澤川都是林妙妙的人，他會放任林妙妙對我的諷刺和挖苦。2選1的時候，林妙妙從來都是梁澤川的首選。我勉強扯出一絲微笑來，鼓起勇氣道：“妙妙，祝你生日快樂。”我有點不舒服，就先走了。說着，我就要抽出我的胳膊來，可是林妙妙竟然直接往後倒去。她驚呼出聲，思涵和梁澤川瞬間往前撲去，2人齊齊將林妙妙護住。林妙妙的身體根本沒有碰到地面。在林妙妙站定後，她委屈道：“淼淼姐，我只是想讓你多待一會兒，畢竟我們很久沒見了。你怎麼要故意推我？是不是因為我搶了你曾經的未婚夫，你還對我耿耿於懷？我以為你已經不在意了。”思涵立刻惡狠狠地瞪着我：“夏淼淼，這麼多年了，你怎麼還死性不改？你竟然敢傷害妙妙，還不給妙妙道歉！”說着，思涵又看向梁澤川：“管好你的老婆，要是妙妙有什麼事，我絕對饒不了你們。”梁澤川堅定地看着我：“淼淼，道歉。”語氣不容置喙。這樣小的把戲，只要是長了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是林妙妙故意冤枉我的。可是偏偏在場的人沒有一個替我說話，一個是我青梅竹馬的前未婚夫，一個是我的枕邊人。他們願意被林妙妙玩弄在股掌之中，
也願意為林妙妙馬首是瞻。我心痛到不能呼吸。爸媽，你們當初為什麼不帶我走呢？這樣我就不會一個人被騙、被為難，活得像陰溝裡的老鼠。我自嘲般笑笑，凝視着梁澤川，眼睛卻不爭氣地氤氲出一層水霧來。你真的要讓我道歉是嗎？即便是看得出這是林妙妙故意的。梁澤川不假思索道：本來就是你的錯，這麼好的日子，你別掃興。我眉心一跳，心裡布滿密密麻麻的疼痛蔓延至四肢百骸。我以為梁澤川甚至可以心虛地躲避一下我的視線，期盼他還有一點良知。可惜，在梁澤川的心裡，我就是一個垃圾。現在都什麼時候了，還把自己當千金大小姐呢？趕緊道歉吧！就是啊，妙妙那麼替你說話，你還真是沒良心。你怎麼沒跟你爸媽一樣去死啊？那麼喜歡做老賴，活着也是個禍害。最後一句話震耳發聵，我瞬間被氣紅了眼，抄起桌上的酒瓶便砸了過去。可惜我的準頭沒那麼好，酒瓶只是砸在了牆上，炸開了千萬塊碎片。那個咒我爸媽的人瞬間被嚇得臉白，僵在原地噤了聲。而酒瓶的其中一片碎片滑到了林妙妙的臉上，她尖叫出聲，白皙的臉上滲出血珠。梁澤川暴怒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，對我吼道：夏淼淼，你瘋了？你想殺了妙妙嗎？剛才那人的尖酸刻薄的話，梁澤川明明都聽到了。爸媽是我的逆鱗，梁澤川不會不知道，而林妙妙只是被擦傷，他就怒不可遏。原來真正愛一個人是這樣啊！我苦笑着，不爭氣地落了淚，聲音哽咽地質問着梁澤川：他剛才罵我爸媽了，難道你沒聽到嗎？還是說你跟他們想法一樣，我也該去死嗎？我的吼聲太大，全場突然寂靜下來。梁澤川怔怔地看着我，薄唇微動，欲言又止。我知道此刻的我實在過於狼狽，沒有倚靠人，眼淚就是懦弱。在座的全場無一人替我說話，就連那個曾信誓旦旦說不會讓我受一點委屈的梁澤川，也為了林妙妙質問我，要求我卑躬屈膝的道歉。受夠了，梁澤川最終還是軟下了語氣：乖，跟妙妙道個歉，只要道個歉，你就可以離開了。曾經梁澤川用這樣的口吻跟我說過許多話，說愛我、關心我、心疼我，唯獨沒有讓我在這麼多人面前給別人道歉。我心灰意冷，眼神卻堅定。我憑什麼道歉呢？對不起林妙妙，我不該跟思涵訂婚，讓他搶走我的未婚夫。還是對不起，我沒有他那樣的手段，連我的丈夫都替他說話，想讓我道歉，除非我死。說完，我直接摔門而出。我不知道我走後那群人是怎麼編排我的，我也不在乎了。回去以後，我將離婚協議擬好，給我師父發去了信息。師父，我同意去巴黎深造。曾經我也是師父手底下最得意的門生。在我22歲的時候，我的設計作品就已經得了國外的金獎。僅憑這個獎項，我就相當於有了深造的門票。多少名師爭着搶着要我。第一次我準備出國的時候，家裡出了事，我放棄了一次機會。第二次的時候，是和梁澤川結婚，他掐斷了我出國的念頭。那時候他溫柔地對我說：我不想跟你異地，萬一你在國外變了心，我上哪說理去？初聞這話的時候，我心裡是甜蜜的，我還真以為梁澤川愛慘了我。原來梁澤川只是害怕我不在他眼前了，會做出什麼對林妙妙不利的事情。這一次，我不會再放棄了。師父很高興，還順帶說教了我幾句，說什麼女人還是要以事業為重，需要獨立，只有自己強大了，才不會依靠任何人。初聞不懂大道理的意思，可是如今懂了，卻異常的心酸。
我邊跟師傅聊天，邊辦簽證，最後以師傅要睡覺為由，結束了對話。而門被打開，梁澤川身上的酒味很重，他身邊還有2個攙扶他的朋友，看到我以後略顯尷尬。嫂子，川哥喝多了，拜託你照顧了。說完，2人逃一樣的離開了。畢竟剛才在生日宴上，我和他們鬧得很難看。從前梁澤川也經常喝多，每次我都會給他煮一碗醒酒湯。可是現在我知道沒必要了，畢竟他不是為了我而醉。我沒有理會躺在沙發上的梁澤川，轉身要走，卻被他拉住了手腕。淼淼，不要走，淼淼，你知不知道我很愛你？我的腳步還是頓住了。都說酒後吐真言，或許梁澤川在他不知道的情況下，是真的愛上了我呢。每次梁澤川喝多了，幾乎都是在叫着我的名字。可是下一秒，梁澤川繼續道：“你怎麼選了思涵，不選我呢？”妙妙，我自嘲地笑了，心中是一灘化不開的苦澀。原來是妙妙，而不是淼淼啊！然而每次我們纏綿的時候，他的口中也都是妙妙啊！我不禁問我自己：夏淼淼，你到底要受多少次騙才會長記性呢？我甩開了梁澤川的手，大步往前跨。我不會再對誰滿懷期待了。第2天，我是被敲門聲吵醒的。為了防止梁澤川半夜進臥室，反鎖了門。我不耐煩地起身去開門，對上梁澤川那雙布滿血絲的眼：“你辦簽證是要去哪裡？”我一時之間還沒反應過來梁澤川的意思，他便舉起了手機，是通知我去辦理簽證的短信。這時我才想起來，昨晚我填寫信息的時候，下意識就填了梁澤川的手機號。之前和梁澤川在一起的時候，他讓我不論做什麼，填寫什麼信息，都要留他的手機號。那時我以為梁澤川對我的強大佔有慾，我沉浸在他對我真實的愛裡。可現在我知道了，梁澤川只是想知道我的動向，是否會去找林妙妙的麻煩。見我不說話，梁澤川急了，他緊緊按着我的肩窩，似乎要將我的骨頭都揉碎。你是不是想脫離我，然後報復妙妙？他不就是搶走了思涵嗎？那也是因為那個時候你家破產了，你家對思家沒有用了，你懂嗎？他們2個是真心相愛的，你究竟要耿耿於懷到什麼時候？你都已經嫁給我了，難道就不能本分一點嗎？我看着因為林妙妙而暴怒的梁澤川，心一點點的變冷。我本想悄無聲息地離開的，可是梁澤川話都說到這地步了，那個曾經總是淡漠的梁澤川，遇到事情總是冷靜的梁澤川，竟然只為了一個簽證信息就手忙腳亂。梁澤川還真是會在我的傷口上瘋狂地撒鹽。我身子往後退了一步，脫離了梁澤川的禁錮，沒有歇斯底里，語氣平靜的讓我都覺得可怕。我家破產，難道不是你的手筆嗎？為了成全林家躋身階級，不惜毀掉整個夏家，逼死我爸媽，最後假惺惺的像個蓋世英雄一樣出現在我身邊，虛情假意的給我家注資，卻在我們家快要崛起的時候偷偷做手腳，掐滅了我家最後一點希望。梁澤川騙了我3年了，好玩嗎？把我當成蠢貨一樣玩得團團轉，有意思嗎？梁澤川聽着我的話，臉色一點點變白，他張大了嘴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許久，梁澤川開口：“你都知道了。”沒有愧疚，沒有心虛，反而是被戳破陰謀後的坦然，這便是令我最心寒的。我在心裡質問自己，我到底因為什麼而死心塌地地愛了梁澤川3年呢？要不是我聽到了梁澤川和林妙妙的對話，我順藤摸瓜地調查了這些事，大概我還是會繼續被梁澤川蒙在鼓裡。我冷嗤一聲：“梁澤川，
我們離婚吧。梁澤川身子一僵，下意識往前走，想要抓住我。他的語氣如往常般溫柔。淼淼，你聽我說，以前的事情過去就是過去了。你現在不是還有我嗎？我可以給你家，給你錢，讓你像從前那樣過着大小姐的生活。只要你不再怨恨淼淼和我，好嗎？梁澤川將過去我的痛苦輕描淡寫地帶過，就好像我所經歷的一切是我活該。我銀牙咬出聲，別叫我淼淼，我嫌惡心。一個連我和林妙妙的名字都總會叫錯，我甚至分不清你到底是叫我還是叫他。過去了，什麼過去了？是我是新的失去雙親的痛過去了，還是我每天跟一個處處提防我去找他心裡的摯愛的麻煩過去了？梁澤川，我到底怎麼你們了？你們要這麼對我呀？我爸媽又做錯了什麼？我以為我會哭，我心裡委屈。我住在梁澤川為我精心編制的牢籠裡，看不清外面的世界，迷失了自己。可是當我說出这一切的時候，我心裡竟然無比的平靜。是啊，我失去了所有，已經不再害怕再多失去一些什麼了。梁澤川震驚地說不出話來，他還想向前，卻被我躲開。我冷靜地凝視着梁澤川，我要去巴黎了，我不會再被你蒙蔽了。我爸媽是被你們設計逼死的，我對你無可奈何，更不能讓你付出相應的代價。放我走吧，別讓我生出與你們同歸於盡的想法。還有，我在嫁給你的那一天，就已經放下了思涵背叛我、林妙妙奪走我未婚夫的執念了。我從來沒有想過去找林妙妙算賬，我的心沒你們那麼髒。不行，夏淼淼，我不會跟你離婚的，我是愛你的呀。梁澤川不知道抽什麼風，突然對我說出這樣的話來。要是換作從前，我會對梁澤川的話深信不疑。可是現在，我只覺得惡心。我走到了書房，從書架最上方拿出了一本書，而梁澤川的臉色變得鐵青。我打開書，厚厚的一本，中間卻被挖空了，裡面塞滿了林妙妙的照片。我將照片抖在了地上，都是林妙妙大學時期的照片，幾乎都是偷拍的，就連林妙妙穿婚紗的照片都有。其中一張背後寫着：慶幸能夠看到你穿婚紗的樣子，只是不是穿給我看的，祝你餘生幸福。照片的邊緣都有些泛黃了，看起來像是手裡反覆翻看了很多次。如此浪漫純情，竟然是我的枕邊人。梁澤川癱坐在地，證據確鑿，就別說愛我這種蠢話了。你不嫌惡心，我還嫌惡心。說完，我將離婚協議書直接扔到了梁澤川的身上。我下個月會離開，希望你早點做決斷。我轉身就走，沒有帶走家裡的任何東西，除了我的重要證件。嫁給梁澤川之前，我本就是一無所有。這些年，那些衣服首飾全都是梁澤川買給我的。好在我們之間沒有孩子，不然我只能對不起孩子了。也是，梁澤川那麼愛林妙妙，怎麼會允許我們之間有小孩呢？當初我無數次提議想和梁澤川有個孩子，原因無他，我在這世上已經沒了有血緣關係的親人了。我想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親人。然而梁澤川不是拿我們年紀還輕，就是拿我說事，說什麼心疼我懷孕辛苦3年了。梁澤川對我說的話沒有一句是真的。我獨自住在酒店，好在我還有一點存款，雖然不多，但足夠我日常開銷。出國深造，在酒店的這段日子裡，我無比的清醒。回頭看看，似乎我總是會愛上不值得的人。思涵、梁澤川，全都是這樣。可我不會再陷入自我懷疑，我並不是不值得的人。放下一切的感覺真的很好。晚上我洗澡出來，手機上多了很多通未接來電，幾乎都是梁澤川的。
其中還夾雜着思涵的。我倒是知道梁澤川打電話是做什麼，至於思涵，我不知道。可是這兩個人，我都不想理會。我手機關了機，美美的睡去。第二天，我和老師見了一面，他跟我說了很多出國的注意事項，順便把簽證帶給了我。有老師的關係，我的簽證很快辦了下來。中午吃完飯，我和老師分開後，我竟然在轉角處看到了梁澤川。梁澤川仍舊喜歡穿着一身黑，只是在那裡站着，便是一道風景線。我知道我必須要面對他，於是冷着臉走了過去。你是來跟我去民政局的嗎？我開口便將梁澤川的所有話堵死了。梁澤川頓了一下，仍舊溫聲細語：淼淼，我知道你恨我，這些天我也想了很多，是我對不起你，應該接受你的情緒反撲。你打我也好，罵我也罷，只要你能消氣了，我毫無怨言。我冷笑，好一個毫無怨言，就好像我在無理取鬧，無病呻吟。我覺得我們之間沒什麼可說的了。你要是來找我去民政局的，那我們就走。如果你是來說這些廢話的，還是請你免開尊口了。說完，我就要走，卻被梁澤川拉住了手腕。我不會同意離婚的。我轉頭，眼神冰冷。你放心，我不會對林妙妙做什麼，你可以放心地放我走了。明明梁澤川再也不必勉強面對我這張不愛的臉了，他應該高興的。可是為什麼梁澤川一點都沒有興奮的感覺呢？梁澤川死死咬着嘴唇。你大概不知道，你不在的這段日子，我突然發現我無比的想念你。家裡空蕩蕩的，卻到處都是你的身影。夏淼淼，我好像真的愛上你了。好一個深情表白。梁澤川的樣子就好像是被他喜歡，是我的榮幸。明明我是受害者，我被他們這群人害得家破人亡，無家可歸。可是他們給我施捨一點善意，我就該感恩戴德。我望着梁澤川，淡淡一笑，那還真是不幸呢。梁澤川的臉色瞬間變得不好看。我繼續道：既然你不想離婚，那我們就拖着吧。反正你也娶不到你最愛的人，我們只要分居3年就會自動離婚。放心，我有的是時間。說完，我甩開了梁澤川的手，大步離開。我倒是沒想到梁澤川真的不肯離婚。我本可以上訴的，可是我根本沒有時間陪着梁澤川周旋。男人還真是可笑。我愛他的時候，他心裡想着別人；我不愛他了，他開始跟我談感情了。可我們之間最沒得談的就是感情。很快，我坐上了去巴黎的飛機。至於他們的三角戀，我不會摻和，也不會再去想。只有我有了足夠抗衡的能力，我便能主宰一切。日夜更替，春冬交換，模糊了時間的界限。3年時間像是眨眼間變過去了。在這3年來，我廢寢忘食，只要有時間我就在研究設計。我已經落後了3年了，年齡上我不佔優勢，就得用努力來彌補。好在我從小就有天賦，又有想法，很快便在巴黎混成了名聲。我還沒回國，關於我的消息已經在國內傳開了。如今我是最著名的珠寶設計師，我設計出來的都是孤品，深受上流圈子追捧。偶爾我也會聽到閨蜜跟我說梁澤川的事情。聽說自從我離開以後，梁澤川很少出去跟那群人聚了。國內市場蕭條，很多企業受到了影響。思涵和林妙妙家險些破產，林妙妙去找梁澤川借錢，梁澤川都沒有借。閨蜜問我怎麼看，我只是淡淡的回復：躺着看。閨蜜調侃我還真是放下了，是不是在國外有了新歡？我看着空蕩蕩的公寓，嘆了口氣。我哪有時間談情說愛呢？我一天的時間恨不得掰成2天用，聊天內容就這樣不了了之。
當我混出了名堂，老師讓我回國，他說有禮物要送給我，只是我回國的消息不脛而走。我一下飛機，機場圍滿了記者，他們長槍短炮地對着我，問出的問題一個比一個犀利。夏小姐，聽說你這次回來是要重振夏家企業的，這是真的嗎？您和梁先生如今還在一起嗎？聽說你們早就傳出了婚變，聽說林小姐搶了您曾經的未婚夫，是真的嗎？當初您的雙親跳樓，是否另有隱情呢？曾經夏家破產的時候，外人恨不得都來踩一腳，沒人會關心我家和我被冤枉所受的委屈。而當初林家、司家和梁家為了掩蓋事實，把真相掩埋，如今他們三家受到了影響，隨時可能面臨破產。而我重新回到了從前的高度，自然會有人提起這些事。10幾家媒體足夠讓上億的人明白真相了。我摘下墨鏡，卻看到了站在遠處的梁澤川和思涵。他們兩個雖然沒有站在一起，看樣子也不是商量着一起來的，可我心中升起一陣快意。面對鏡頭，我沉着大方，耐心地回答着每一個問題。沒錯，我們夏家曾經被奸人所害，要是我不給爸媽復仇，枉為夏家的女兒。3年前我已經跟梁先生提出離婚，只是梁先生執意不離。今天我回來，就是要辦最後的離婚手續。眾所周知，思涵曾經是我的未婚夫，在我家破產後立刻娶了林妙妙，其中關係我不說，你們也知道了吧？當初我爸媽被人逼債，他們拿我的生命作為威脅，活生生將二老逼死，幕後主使便是我曾經的丈夫梁澤川。一瞬間，那些記者們都沸騰了，畢竟我一個人便爆出了那麼多的新聞，他們為了銷量，肯定會大肆誇大其詞。不過那些就與我無關了。記者散去，梁澤川和思涵同時朝我跑來，二人對視的時候也是一臉诧異，大概是都沒料到對方會來。淼淼，我可以原諒你在記者面前說我的事，梁家股市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，可是沒關係，我現在只要你。這是梁澤川先說的。思涵熟稔地抓住了我的胳膊。淼淼，我們青梅竹馬，當初我是被家裡逼着跟林妙妙那個土大款聯姻的，你知道的，我愛的人一直都是你。二人還不等我說話，便打了起來。林妙妙不知道從哪跑了出來，大概聽到了二人跟我說的話，朝着我張牙舞爪地衝了過來。我一腳踹在了林妙妙的小腹，她一屁股跌坐在地，立刻哭了起來。學長，老公，夏淼淼踹我。二人聞言同時回頭，看到狼狽的林妙妙，眉目中的厭惡不言而喻。我倒是好奇，不過3年，他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，或者是林妙妙做了什麼，才能讓2個那麼愛她的男人對她耐心耗盡？林妙妙見自己的演戲沒人搭理，咬緊後槽牙，像是在給自己解釋。老公，我和學長只是師兄妹的關係，我對你絕無二心的，你不要跟我離婚好嗎？思涵沒有理會，反而是質問梁澤川，你不是最愛林妙妙嗎？現在我把她還給你，你把淼淼還給我好不好？梁澤川直接拒絕。我冷眼旁觀林妙妙的歇斯底里，思涵和梁澤川的狗咬狗。我揚長而去，畢竟老師還等着我，我可不想在這些垃圾身上浪費時間。見到老師的時候，他哭了，一直感慨我終於懂事了。於是老師給了我一把鑰匙，我驚嘆，我怎麼會不記得這把鑰匙呢？老師說，這是爸媽給我留給的最後的東西了。只要我肯繼續自己的夢想，發揮自己的才能，這個為我買下的公司就可以重啟。我終於可以理解老師為什麼總是引導我朝那個方向去了。
他一直都在守護着我的夢想。我心裡一陣暖流。老師交代完以後便離開了，我開始招兵買馬。這些年我確實賺了不少錢，有足夠的資本將夏氏的招牌發揚光大。短短半年，我的公司已經上市，有我的名氣和曾經的合作夥伴，我的事業如魚得水。至於梁思林三家，梁家因為我的那段發言，股市受到了很大的影響。他們公司本來就岌岌可危，而爆出的這個醜聞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四家早就是個空殼了，不然也不會在我家破產的時候急着擺脫我，馬上攀上了林家。而林家本來就是土大款，沒有經商頭腦，也沒有經驗，只知道一味的投資，兩眼一抹黑。這些年早就把那些錢敗光了。思涵害怕林妙妙拖累他們家，強制跟林妙妙離婚了。我現在只要動動手指頭，就能碾碎他們。秘書把文件給我的時候，我抬抬眼皮，價格再壓20%，這三家公司還不配這麼高的價格。秘書鞠躬離開，我百無聊賴地轉着筆，朝窗戶看去。思涵和梁澤川站在我的公司門口，被保安攔住。我站在那裡俯瞰着他們，心中滿是不屑。不過我還是給秘書打了電話，讓保安放他們上來。現在思涵和梁澤川還能來找我，兩家確實能屈能伸。至於林妙妙，他們家做了多少傷天害理的事，破產以後被不少仇人找上門，林父直接把林妙妙扔給高利貸。林妙妙如今大概在哪個紅燈區呢？思涵先開口，如同當初我求他那般：淼淼，看在我們曾經一起長大的情分，幫我們公司注資好不好？我不想被收購啊，不然我們思家就徹底沒有翻身的機會了。我身子往座椅一靠，漫不經心道：我們只是一起長大，我又不是養了你，有什麼義務給你注資呢？6年前，思涵就是這麼跟我說的，語氣高傲，眼神輕蔑。此刻的思涵臉色鐵青，被我對得說不出話來。我要是你，我就會拿着被收購公司的那筆錢，找個安靜的地方夾着尾巴做人，也不會出來丟人現眼了。說着，我擺擺手，讓人把思涵丟了出去。很快，辦公室裡只剩下我和梁澤川了。梁澤川沒有要求我注資，也沒有提其他要求，他只是認真地注視着我。淼淼，我們不鬧了好不好？我等了你3年了，你終於回來了。往後你要孩子，我們就要孩子。你想工作就工作，只要你別離開我。我擰眉，我嚴重懷疑梁澤川聽不懂人話。拒絕的話我都數不清說了多少遍了，可惜梁澤川不懂。我勾唇一笑，想讓我原諒你是嗎？梁澤川認真點頭。我的眼神倏地變得陰鸷。除非你死，像我爸媽一樣。我說的是真心話，我還沒聖母心到可以跟自己的殺父殺母仇人繼續生活，更何況我早就不愛他了。梁澤川怔住。我輕蔑一笑，我看不到你的誠意，我們就不必再說。梁澤川像是釋懷一笑，我知道了，或許我只是想試探一下，你是否會原諒我。我知道我當初的所作所為不可原諒，但是我心存幻想。淼淼，你變了，可是我知道是我活該，打擾你了。我轉過身去，並不是為之動容，而是這些話聽得我厭煩。傍晚，我手機收到了一條信息，是梁澤川的。要是有來生，千萬不要遇到像我這樣的男人。而深夜，梁澤川出了車禍，當場身亡的新聞便被爆了出來。我只是隨手劃了過去，哪有那麼多意難平？這些人不過罪有應得罷了。爛掉的果子自己會掉下來，因果無需自己動手。而我的新生活才剛剛開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
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